是。云岚宗宗门列祖在上，吾徒纳兰嫣然天赋异禀，攻心为宗，谨言慎行，身效无功，为徒辈之典范。如今已获得生死门认可，筑基云岚宗少宗主之位。嫣然，今时今日起，你便是日后宗主之位的正统继承者。愿你谨遵祖训，一心修炼，壮哉我云岚宗！嫣然，我纳兰嫣然定当遵从师命，不忘师主，谨遵宗规，将宗门发扬光大。参见少宗主。宗主，有条宗规不是说，少宗主不能和异性有纠葛吗？身为云岚宗弟子，连基本的规矩都不懂。宗主，弟子知罪。是有这个宗规不假。冰灵，你先退下，让他继续。我记得，好像嫣然师姐从小就定下了婚约。住嘴！没有凭据之事，休得胡言乱语。诸位，云某相信少宗主绝不会做出此等违背宗规之事。嫣然，你来亲口告诉大家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嫣然，你尽管告诉大家真相好了。为了这样一个废物，让云宗主一个人背下这么大的麻烦，值得吗？我是有婚约的。但那是我幼时家里人私自决定的，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我也不会承认。纳兰嫣然既是生死门选中的天选之人，就是我云岚宗当之无愧的少宗主。正如少宗主所言，婚约无效。你。父亲，爷爷，对不起，您别生气了。嫣然，云岚宗的宗规为何不早一点告诉爷爷？爷爷，您当年提到婚约的时候，我还很小，而且什么都不懂。因为今天您把此事提及，我才稍稍有些模糊的印象。唉，以云宗主对你的疼爱，咱们一定能找到解决之法的。可我刚刚已经当着云岚宗弟子跟帝都所有权贵的面否认了婚约。如果再出现另一种说法，就相当于毁掉了云岚宗的颜面。那我的颜面就不重要了吗？
我纳兰杰岂可当一名出尔反尔、违背承诺之人？嫣然，萧家小少爷人非常不错，值得托付终身。相信爷爷的眼光绝不会出错。你去求下你老师。哪怕他是个废物，也要把我嫁给他吗？不是这样，嫣然，爷爷正在寻找解决方法。我此次前来云岚宗，也正是想请丹王古河。我既然已经当众否认了婚约，就绝不会出尔反尔。云岚宗也不会让一个反复无常之徒来当少宗主的。为了这个梦想，我付出了很多很多。我绝不会为了一个废物放弃我的梦想，也不会为了一个废物让疼我、爱护我的老师去和宗规对抗。他有什么资格？爷爷，事情已经到了死局，我们去把婚约退了吧。你不行，绝对不能退婚。这婚约是你俩出生时就已经定下来的。可那是您定的。混账话！你真要让爷爷当失信之人，让我被老兄弟们指着脊梁骨骂吗？别说了，我已经做好决定了。只要我还活着一天，退婚的提议你想也别想。我答应过萧凌的事情，绝对不可能反悔。这就是我们纳兰家族对萧家人的承诺。那是你的承诺，不是我纳兰嫣然的承诺。我是绝对不会嫁给萧家那个废物的。嫣然这才发现，爷爷根本就不是爱我，爱的只是自己的脸面。嫣然，炼药师大会后，服用3文清灵丹，进一步提升自己，是萧炎上云岚宗前的最后准备。蕴含3种火焰能量的3文清灵丹，在短时间内让萧炎顺利突破至8星斗师，并在其体内顺利汇聚出成为大斗师的最关键之物——斗精。但是，这次的晋级却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顺利。该死！才生出不久的斗精，无法消耗如此庞大的能量。马上就要上云岚宗了，可别在这里倒下。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给我闭嘴！萧炎，退下去，这里我们自会做主。萧家的人都被他丢尽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活该，一个废物哪配得上？我相信我儿子不会一辈子都是废物。区区流言蜚语，日后在现实面前，自会不攻而破。多谢你，父亲。云岚宗的贵客莅临，使陋宅蓬荜生辉啊！不知诸位因何事而来啊？哎呀，实在抱歉，竟然把3少爷给忘记了。嘿嘿，我马上叫人准备。二长老你，看来我在族中的地位是越来越低了。夏云哥哥，坐这里吧。
你又帮我解围了。萧炎哥哥，你知道那个少女是谁吗？啊？谁啊？萧叔叔，侄女纳兰嫣然前来拜见。纳兰嫣然，哦，纳兰老爷子的孙女纳兰嫣然啊！原来是纳兰侄女，萧叔叔可有好多年未曾与你见面了，可别怪罪叔叔眼拙啊。萧叔叔，侄女一直未曾前来拜见，该赔罪的可是我呢。以前便听闻你被云韵大人收入门下，没想到果然是真的。侄女儿真是好天赋啊！嫣然只是好运罢了。萧族长，今日所求之事便与少宗主有关。哦，葛叶先生，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。云岚宗宗门严厉，宗主大人对少宗主期望甚高，将其视为下一任云岚宗宗主培养。为了让嫣然安心修炼，所以想请萧族长能够解除婚约。就是啊。你们应该知道，在这斗气大陆，女方上门强行解除婚约，对对方来说意味着什么？萧族长，我知道这要求有些强人所难，但还请看在宗主大人的面上。萧战还不住手！别忘了，你是萧家族长。纳兰侄女，今日悔婚之事，纳兰老爷子可曾答应？爷爷不曾答应，不过这是我的事情，我自己可以决定。纳兰侄女好魄力，纳兰素有你这样的女儿，真是让人羡慕啊！萧叔叔，叫我萧族长就好，叔叔这称谓我担不起。你是未来的云岚宗宗主，日后也是斗气大陆的风云人物。我家言儿不过是资质平庸之辈，也的确配不上你。多谢萧族长体谅了，宗主大人知道今天这要求有些不合规矩，所以特地让在下带来一物，就当做是赔礼了。啊，聚气伞！它能让9段斗之气100%成功凝聚斗之气旋，成为一名真正的斗者。这也是本宗名誉长老古河大人亲自所炼。此药竟然还是出自丹王古河之手。葛叶老先生，你还是把丹药收回去吧。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给我闭嘴！萧炎，休得无礼！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这里我们自会做主。二位长老，如果今日他们悔婚的对象是你们的儿子，还会如此说吗？放肆！二位长老，萧炎哥哥说的没错，他是当事人，你们还是别跟着掺和吧。父亲，纳兰小姐，刚刚你说纳兰老爷子不曾答应悔婚之事。这人初时看来倒也不错，怎么却也是个死缠烂打的讨厌之人？我说过，这婚事与爷爷无关。那么还望包涵，我爹也不会答应你们这样的要求。当初这门婚事
是两家老爷子亲自许下，他们还没有开口解除，那这婚事便没人敢解，否则便是亵渎死去的长辈。我想我们族中应该没人会干出这种忤逆之事吧？你究竟想怎样才肯解除婚约？嫌赔偿少？好，我可以让老师再给你3枚聚气散。另外，你若愿意，我还可以让你进入云岚宗，修习高深的斗气功法。这样够了吗？好慷慨的施舍，我真的想把你给……言儿，不可无礼。萧炎，不管你是否愿意，你还是解除婚约吧。请记住，此次我前来萧家，是我的老师云岚宗宗主亲自授肯的。你可以把这当作胁迫，不过现实就是这样。你也很清楚我们之间的差距，我们基本没什么希望。纳兰小姐，我脸皮厚倒是没什么，可我的父亲，他是一族之长，今日若真答应了你的要求，他日后还如何掌管萧家，还如何在乌坦城立足？今日的确是嫣然有些莽撞了，我可以暂时收回解除婚约的要求，不过你要同我做一个约定，退婚之事我可以延迟3年，3年之后你来云岚宗向我挑战，如果你输了，我便当众将婚约解除；如果你赢了，也不会让萧叔叔太过难看。纳兰小姐，想必你也清楚言儿现在的状况，让她拿什么与你挑战？如此这般羞辱她，可笑吗？萧叔叔，这种事情总需要有人去承担后果。若不是为了保全您的面子，嫣然此刻便会强行解除婚约，然后公布于众。萧炎，3年之后还是现在，你自己选。哼，你想退婚，不过是认为我萧炎一介废物，配不上你这天之娇女。若非婚约，本少爷根本瞧不上你半分。你，云岚宗是很强，可我还年轻，有的是时间。没错，现在的我的确是废物，可在日后的岁月里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不能翻身？纳兰小姐，看在纳兰老爷子的面子上，萧炎奉劝你几句话：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好一句莫欺少年穷，我萧战的儿子就是不凡。你凭什么教训我？现在的你只是个废物。好，你若有本事，就让我看看你如何翻身。3年之后，在云岚宗等你，到时候你能打败我，我纳兰嫣然今生为奴为婢，任凭你处置。哼，3年后，如果你还是这般废物，解除婚约的契约便乖乖给我交出来。哼，不用3年之后，我对你实在提不起半点兴趣。不要以为我萧炎多在乎你这什么天才老婆，这张契约不是解除婚约的契约，而是本少爷把你逐出萧家的修正。从此以后，你纳兰嫣然与我萧家再无半点瓜葛。你敢休我？父亲，3年之后，嫣儿定会去云岚宗，为您亲自洗刷今日之辱。我相信我儿子不会一辈子都是废物，区区流言蜚语，日后在现实面前，自会不攻而破。
之后，我会找你。好看。事情完了以后，你打算去哪儿？回萧家？回去一趟。不过之后会去迦南学院。去找薰儿吗？等我离开以后，还麻烦你帮忙照看一下萧家。这份情，日后我会回报。回报？怎么回报？拜托的事儿可还没开始呢。你还在恨他吧？纳兰嫣然当年那个举动，让你努力到现在，是不是在想着明天就可以让他为当年的短浅目光后悔了？这对我已经不重要了。现在的我，只是单纯的想给萧家、给父亲，找回他们应有的尊严。哦，这3年最大的收获，就是遇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们。虽然他们有的让我身陷险地，有的帮我逃出泥沼，但就是这样，才让当年那个自大的我清醒了许多。我现在觉得这里无比强大。3年之约对我来说，就只不过是要完成一个年少轻狂的约定，给自己的这段成长画上个句号而已。哼，可你还是得赢啊！